Hello， 大家好 ，Big Joe here，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那这个频道呢是关于产品经理、关于个人成长、关于职业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分享的频道。如果你对这些话题有兴趣，请订阅我的频道。那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了 Facebook 的前产品经理曲小英来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分享。那上一期节目，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一定要看哦。我们讲到他的个人成长历程。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详细讲讲看他在 Facebook 的一些经历。大家好，还是小英，非常开心来到周的频道。那好，那你是哪一年进 Facebook 的？我是15年进的 Facebook。15年进 Facebook， 那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项目？当时是参加了这个 Rotational Product Manager Program，也就是轮换制产品经理项目。这个项目一年有多少人？我们那年是这样的，分为这个 Winter Quarter and Summer Quarter。Summer 差不多有个10个人左右，10几个人左右吧。Winter 可能有个5、6个人，加不起来这可能不到20个吧。当然，中国人有多少人？中国人就我一个呀。独苗一个。好，那说说看你当时第一个被选到的组是什么？我当时第一个去的是 Pages， 对，就是 Facebook 那种公众主页，比如说什么 New York Times 啊，比如说那个 Pizza Shop，都有一个自己的 public page。对，我第一个是做这个产品。后来呢？被轮到哪些产品？后来我去了 Instagram 做增长和这个搜索相关的东西。是在16年的时候，当时 Instagram 还不是今天的 Instagram， 还蛮有些小，当时还觉得有点小众，但是后来发展到现在这样子，爆发了。对，爆发了，对，增长了。你看，你一做增长，第三个是在做视频相关。视频，对，挺好。那你觉得在 Facebook 的产品经理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啊？就是你觉得 Facebook 的 PM 在整个 Facebook 研发里面是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我觉得 Facebook 其实可能比 Google 比较起来的话 ，Facebook 可能更加产品导向一点。产品导向所以说产品经理的权力还是蛮大的。然后呢，平时你基本上像我们那个我最后的产品呢，有差不多30-40个人在我的产品上做各种各样的工作，比如说有3到4个律师啊，比如说有10多个 engineer 啊，还有 designer 啊，相当于我的工作呢是确保这个产品能够按时的以对的方式吸引对的用户这是我相当于要挂产品的业绩，对吧？那然后呢，这些人都是在我的产品上做着各种各样自己擅长的事情，所以我要把这些合作管理好。但是我又不是他们的老板，所以又不能决定 fire 谁或者提升谁。对所以说扮演的更多的是一个 influence 的角色，而不只是说指手画脚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在 Facebook 里面，你要 influence 这么多不同的这个 function 的人的话，主要是一个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技能？什么样的方式？我觉得对，就第一是很重要的，就是看大家就是他的 incentive 是什么吧。在 Facebook 我们每半年每个 half 都有一个这个 performance review。那你这个 performance review 就是要看你的这个业绩怎么样，是一个非常 stressful 的那个时段。那这样的话，其实很多人都在乎说我这个 performance review 表现的怎么样。所以当你想真的去 influence 别人的时候，你也得从他们的角度想，他们想要什么样的业绩啊，怎么样把这个产品和他们自己的成功也能挂上联系，用 career 的方式对 support 他们的 career。对，这是可能是第一种方式吧。第二种方式呢，就是怎么样，就是让别人觉得他受到尊重吧，受到赏识给他们能够发光的机会特别是有些东西可能他们可做可不做，也不一定非要去做这样的情况下呢，需要给他们这种让他们觉得就是说我做了这个之后，别人是尊重我的，是赞赏我的是需要我的这样的话，可能这些可做可不做，但是对我来讲非常重要的事情他们就会去做。对。那 Facebook 里面做这个产品定义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呢？比如说你们需要做分析吗？你们需要写 PRD 吗？我们写，但是可能没有像 Google 这么的详细就是你们有一个模板什么的，好像都得符合，是不是？哎呀 ，Google 呢，我说不好，但是在整个科技行业里面，一般来说他们都认为是有非常多的文档要写的，要写 PRD 呀，一些各种各样沟通文档。听上去好像 Facebook 的 PM 这方面稍微的是 lightweight， 稍微少一点。
我觉得就是因为也是我15年就来了 Facebook，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还发展，就大家都是想 move fast。那怎么样能 move fast 呢？就是有些文档有一些重要的东西，你把文档上写清楚，是为了沟通的方便，就是大家知道决定已经做了啊。但是有些具体细节的，比如说这个按钮的 pixel 是多少，什么东西，可能就是你上 designer。桌子上去拍2下，哎，说哥们儿，这个怎么弄啊？可能大家商量好，就这么定了啊。你不一定会把它那么详细的每一个东西都写到文档上去啊。所以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就是为了 move fast， 你不可能一遍一遍的把这个文章写来写去的，对。那除了在文档方面相对来说比较 lightweight 之外，在Facebook 做 PM 还有一些什么特别的特殊之处吗？我觉得就是第一，就是因为这个公司文化是 move fast， 对吧？所以说，你的业绩跟你是不是在就规定的时间内或者在一个 half 之内做出业绩是有关系的。所以说，作为一个产品经理呢，有的时候，比如说，特别是在大家无法达成一致的时候，你是有的时候可能不能达成一致，不做决定，甚至比做决定。做的那决定不是最好的决定，还要差。所以怎么样能在就是对的时间跟大家讲说 ，OK， 我们had enough discussion，let's just make a decision，这个可能是挺重要的。那这个时候就是你得 make a call 是吧？对，就是必须要说，哎，我们有足够多的这个信息了，也许我们信息不是完美的，但是我今天怎么样呀？我就扛这个责任，我就要做这个决定了。对。另外，我刚刚听到你讲一个，就是好像他们对于这个时间好像是比较在意的，是吧？是说一个项目一定有一个时间限制吗？你必须要在这个时间内做完吗？还是怎样？不是有时间限制，而是说如果是老拖来拖去的，就是比如说商量半天，但是又没真的做，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扎克伯之前的文化是说，就是你先试试看，先做是吧？做出来试试看。但是现在公司变大了，concern 也多了可能能 screw up 的地方也多了，可能会更加谨慎一点。但至少在我刚去的那段时间，更多的采取的是我们先做试试看什么结果，而不是说我们先讨论出完美的 solution，然后再做。都是一种快速先做，然后再迭代，然后尝试，然后收集反馈这样的一个文化一种做法。对，挺有意思。那你在 Facebook 这几年中也好几年了，对吧？你是见证了它的成长。它除了在你刚刚讲这点之外，有没有别的地方你觉得它是有一些变化的？我觉得在这个像以前像这个 user privacy 确实现在重视非常重视，很重要。对。或者是比如说这种 integrity， 以前可能我们更多的考虑的是，比如说数据上做的好不好，比如 data 上好不好，现在上考虑了很多这种policy 方面的东西啊，或者 privacy 方面的东西啊，我觉得比以前要重视很多，这可能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公司也大了，可能中层领导其实比以前要多一些。因为以前可能更加 flat， 因为人比较我们一直都是比较 flat 但是现在人相当于产品经理也翻了好几倍这样的话可能有很多中层的这个领导，所以 manage up 怎么样跟中层领导 communicate， 让中层领导怎么跟上面 communicate， 这就相当于多了这个 layer，但是在我看来也是需要的了，因为人现在就是这么多，变多了。对。那从这个产品决策角度来说，Facebook 里面一般产品的决策在哪个 level 会做一个 decision 呢？就是 PM level 吗？还是中层领导呢？还是有很多事情要打到大领导做决策？这个看什么决策最重要的决策像什么 mission 这种东西，那肯定是 CEO 决策然后呢，在这个根据 mission 基础上，可能每个部门，比如说是视频组或者是 newsfeed、messenger 他们有根据 mission 来做自己的一些大方向的决策，那就是 VP 来负责但是有些小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就算你刚来，当时我刚来 Facebook 第一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决策了，那可能做的决策是这个按钮是什么颜色是吧？但是有些决策我们就是会相当于什么级别该做什么决策你就做你作为产品经理，你的工作就不管你是什么级别，都是 make decision只不过 decision 的大小可能不一样。能不能分享一点你在 Facebook 做产品经理，你觉得最爽最快乐的一点是什么？以及你觉得最艰难的最不容易的是什么？我个人因为很喜欢娱乐传媒相关的东西，那我恰好又是做这个的很爽的就是说特别是在做音乐这个方面基本上美国各大的唱片公司还有世界很多就是明星的经纪人什么有没有遇到过什么著名歌手？Selena Gomez 来过。Selena Gomez 跟你有什么合作？没有什么合作，但是他来过然后我们也就是我们跟什么 Universal 还有什么，比如说这个 Warner 就是美国Sony 这几个最大的唱片公司都有合作所以你就可以了解很多不同行业发生的事情。比如说我们还跟什么 NFL Sky Sports 这些就是体育频道，体育类的还有像新闻类的，除了有 New York Times 这种，也有像 BuzzFeed
Vice 这样的比较新鲜的一种新的媒体，对，都有合作，所以你平时会了解很多，就是除了产品行业之外的其他在娱乐行业感觉你做了这个视野就变得非常广了，这是非常爽的一点。对，有没有什么觉得很难的一点？难的一点，我觉得就是这个人非常多啊，就是因为 Facebook 现在人挺多的，你一个产品像我产品，律师就有3-4个，那每个人负责一个非常精尖的领域，人多的话呢，就会考虑到，比如说你做个决定，你是该involve这些人还是不involve这些人？你involve这些人，他们会觉得太慢是吧？那么多人，人多嘴杂，没法做决定。不involve这些人，可能第一觉得怎么这个决定不告诉我呀？我怎么参与不了？那你感觉好像觉得又无法参与，所以怎么把握这个权衡？对。那会非常非常忙吗？比如说加班很多吗？还是怎样？压力很大吗？我觉得这是看个人选择，我比较喜欢加班，所以加班挺多的。然后呢，我这个平时可能开会也挺多的，比如说每天得开个10几个会。但是其实我不想开这么多会，但是有的时候因为人多，你都得开。没错。所以工作只能在开会之后进行，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加班。明白。对。那你做了这几年产品经理之后，后来选择去读 MBA， 但一方面是因为当时他给你了一个时间限制，对吧？你这个斯坦福 MBA 只能给你 defer 这么多年。那另外一方面就是你也觉得，做完产品经理一段时间之后，也想去 explore 一些别的事情，你是怎么想的？就是为什么不觉得继续做产品经理呢？我也考虑继续做产品经理，只不过就是我觉得也不着急嘛，就是说将来反正那么20年30年还都继续在职场走，不如先就是换换脑子，看看有什么其他的东西拓展视野，挺好。甭管是创业还是回来，就我只是作为一个人生经历，可能去想 MBA 的这个问题，而不是作为一个职业的跳板，在就短时间内职业的跳板，对我来讲，所以也没有考虑那么多，说毕业之后我的产品经理工资是不是比我现在高啊？就是没有考虑这些东西，更多的就是说，作为一个人生经历，如果我当时80岁了，回头看20岁的我、30岁的我，对吧？这是一段什么样的经历？那我觉得应该蛮有意思的，所以也就决定去了。对。好，今天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在 Facebook 工作有没有什么有趣的八卦呀、花边啊，或者是生活趣事呀？生活趣事，Facebook 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游戏厅。游戏厅，什么样的游戏？叫就是这种什么跳舞机啊，对，然后他们那个机器会定期更新的，都是比如说有些日本人直接原装进口的游戏，对，所以如果大家参观 Facebook 的话，不要忘记进入这个游戏厅看看。这个大家都可以去参观的吗？你如果有个朋友的话，就明白了挺好的。这个是不是有一些还是可以有运动效果，可以起到一些健身作用？对，跳舞机就可以。挺好。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到这个地方，感谢小英的这样一个对于在 Facebook 做产品经理的这样一个分享。那我们下期呢会继续请产品经理这个曲小英给大家分享关于这个在 Facebook 做产品经理的这个职业发展这方面内容，比如说关于这个项目呀、关于面试啊等等之类的东西。那么下期节目千万不要错过。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呢，请给我们点赞，然后请怎么样？有问题请留言或者分享给其他你觉得有帮助的朋友。好，我们下期再见，拜拜。